没想到同一套玩具里面可以同时玩到欧斯超人的6个形态，迪迦超人和他的动物朋友，3架经典的小飞机，而且呢一盒只要9块9。很明显，小布家做的奥特曼人气太高了，所以说呢就单飞了，因此就有了第一弹的奥特曼英雄之路，然后就直接把超高人气的迪迦、特雷迦以及泽塔呢塞进去了。这次依旧9块9，端箱的话必出隐藏款，有机会抽到金耀银辉的捷德。端箱的话一共是有12盒，可以保证开出来的每一盒呢都是不重复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图鉴，有12个普通，4个隐藏款，隐藏款和它所替代的都是同一个角色。我希望抽到的是披风版的泽塔，那就赶快拆开看一下结果吧。盒子里面只有一小包零件，图鉴卡片的背面就是每个角色专属的说明书。这一弹的数理方面呢，比起之前的星辰版奥特曼是进行了一次升级，浑身都改成了球形关节，增强了可动幅度，躯干处的分件改到了腰部的底端，从而使得整体的高度呢比之前要高了1厘米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斯超人的6个形态，为什么说是6个呢？因为特攻击1号呢它也是开过的嘛，他们每一款呢都有武器配件，其中贝塔冲击和伽马未来是彩透配色，其他的都是实色的。这像我开出来的隐藏款是迪斯西姆天爪，和它所替代的德尔塔天爪呢是同模换色，作为光辉隐藏，它给到了更多的金属色涂装，所以质感的表现还不错。虽然头雕只有大拇指甲大小，但是可以放心，它无论是棱角还是造型呢都是蛮不错的。其他角色的表现效果也并不比它差，它的武器给到了专属的贝利亚黄昏，而其他4个角色的话，原生和伽马给到了泽塔升华器，贝塔和阿尔法给到了泽塔光奴。这4把武器都是彩透淡蓝色，带有珠光闪粉细节。主体上除了皮套的花纹之外呢，就是胸甲、肩甲和头雕呢是不一样的开模。别忘了还有泽塔的好搭档特攻击1号，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赛文加。本款配备了泽塔大决战时候的右手武装，刻线小细节和背包都有还原出来，表情是严肃脸，可以搭配泽塔还原经典名场面。身上的装甲比较厚重，但是对可动呢没有什么影响。而奥特曼的可动方面，关节位点除了从胸部改到腰部之外，其他地方都一样。由于浑身都改为了球形关节嘛，所以说在膝盖处呢多了左右的摆动幅度。两款彩透版呢和武器一样是加了珠光闪粉的效果，有一种幻象特效的效果。没想到伽马未来也有这么一天，搁以前它都是把其他的奥特曼变成幻象的，甚至它的效果呢还更猛烈一些。而本弹的另外3个角色就是迪迦、戈尔赞以及空中型的特雷迦。至于为什么不给复刻型的特雷迦呢？我想大概是因为王不见王吧。这星辰版的选高也就是6厘米左右，没想到还能把迪迦眼睛上的蜂窝状细节给还原出来。大家觉得这个头雕的效果如何呢？我本来还在寻思关节的切割在胸部底下还是挺好看的呀，为什么要改在下面呢？现在看到迪迦之后呢就明白了，原本的设计会显得胸部的断层感比较严重，而且胯部呢很小一个，而现在呢把胯部作为了一个单独的分件，可以看到这个迪迦的身材比例呢是要好了很多。它的配件给到了载培利奥光线，珠光闪粉的效果给的是更加的密集，在反光之下很好看。戈尔赞呢可以看到头雕是凶猛的那种效果，和特空击一样，浑身的零件呢都是全新开模的，所以该有的细节呢都是尽量还原出来了。可动方面主要是下半身偏差，只有胯部和脚腕2个球形关节。空中型特雷迦也是彩透加珠光闪粉的效果，弓形态的武器是彩透紫的。另外这一弹部分角色呢会给到万能连接件，可以实现和其他系列的星辰版换装的玩法。最后还有3架小飞机，分别拿来和传奇版的奥特曼做一下大小对比，感觉后面出了传奇版迪迦之后，这个胜利飞燕1号搭配起来很合适呀。其中飞燕最小，裂损最大，而雅各蒂4号呢最长，整体个头和星辰版的奥特曼是差不多大的，造型做的不错，各种图案呢是用银印来还原的。机翼有变形机构可以向后收纳，机腹部又给到另外一个造型的替换件。雅各蒂4号的设定大概是150米左右，能和它搭配的机械奥特曼好像没有呀。看到这么丰富的细节，我才想起来它是只要9块9的小玩具呀，结果你能做成这样，学生党狂喜也好吧。胜利裂水呢还挺好玩的，它的2个机械臂都有用2段转轴关节来进行还原，尾巴也是可以前后转动切换形态的。看它在剧情里面的表现并不比奥特曼小哪里去，看样子它搭配群星版的奥特曼是刚好合适的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可以刚好夹住，还挺牢固的，这样就可以解决力量型奥特曼机动性不足的问题了。3架小飞机在腹部都有一个洞，可以装上自带的万能连接件，而每个奥特曼背后呢刚好也有一个洞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物理意义上的空中型迪迦。总之9块9一盒，我们就可以玩到泽塔奥特曼的全形态，以及童年寨大王迪迦奥特曼，小奥迷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。